世界各大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日本简报由6度简报6dobrief.com 制作。支援日本首相岸田内阁垮台。每日新闻民意调查显示，路透社、每日新闻周日援引自己的民意调查报道，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内阁的支援率下滑12个百分点至 33%， 在广岛举行的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达到顶峰。据周末进行民意调查的每日新闻报道，在涉及岸田长子的丑闻和国民身份证系统的一系列技术问题之后，不赞成率从5月下旬的上一次调查的 46% 上升到 58%。 每日新闻表示，岸田政府的批准率在 G7 峰会前夕呈上升趋势，上个月达到2022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准。一些人猜测岸田将在明年党魁竞选之前举行提前选举。共同社周日进行的另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岸田内阁的支援率从5月份的 47% 降至 40.8%。 日产半导体规避制裁进入俄罗斯。日经亚洲东京，根据日经新闻的一项调查，即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日本制造商制造的半导体仍在进入俄罗斯。大多数交易都是通过中国等第三国进行的，这意味着日本监管直接出口的法律无法阻止晶圆的流动，需要采取额外措施制止货物的间接流动，使制裁更加有效。2022年3月，日本与美国的制裁保持一致，限制国内生产的半导体出口。尽管这些限制是根据产品性能和其他因素分阶段实施的，但经济产业省的一位官员表示，通用半导体从一开始就受到法规的约束。日经新闻从印度研究公司 Export Genius 获取了俄罗斯海关数据，并检查了2022年2月24日至2023年3月31日的进口记录。对价值5万美元或以上的交易的分析表明，至少有89笔半导体交易涉及日本制造商。这些交易包括至少200万个单位，总价值约为1100万美元。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占出货量的 70% 以上，其次是韩国和土耳其。日经新闻4月报道称，美国政府禁止运往俄罗斯的美国制造商的半导体正通过香港和其他地方的贸易公司进入俄罗斯。虽然美国的法规也影响第三方国家的公司，但日本的外汇法仅涵盖日本的直接出口。日本贸易数据显示，2022年对俄罗斯的半导体出口总量为15万台，同比下降 85%。 但是，日本无法通过其他国家有效监管晶圆贸易。另见特别报告，美国制造的晶圆如何流入俄罗斯。2022年10月，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贸易公司以约17万美元的价格向一家俄罗斯公司出口了日本凯霞控股制造的约4000台半导体。乌克兰确定参与俄罗斯武器生产的个人持有这家俄罗斯公司的股份。凯霞承认其产品受到出口管制，并表示要求其分销商遵守每个国家的出口法规。该公司补充说，它无法确认任何产品进入俄罗斯的案例。中国和俄罗斯公司没有回应日经新闻的置评请求。2022年3月，中国公司 Teampat Technology 向一家俄罗斯贸易公司运送了另一家日本制造商制造的价值15万美元的半导体。同年6月 ，Teampat 因与一家俄罗斯军事公司做生意而受到美国商务部的制裁。5月份7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表示，他们将努力阻止逃避出口限制。欧洲理事会主席查理斯·密雪儿说，我们现在专注于关闭漏洞的大门。处理涉及复杂供应链的半导体分销问题，也将是对日本出口管制的考验。给有兴趣在日本生活的有色人种的注意事项。日本时报，一名黑人分享了他在日本生活的经历以及他每天面临的微攻击。他讲述了一个例子，他登上火车，人们避免坐在他旁边，让他旁边的座位空住。这名男子承认，他已经变得更善于假装不介意，但他仍然比他在日本的早期更多的注意到和介意。他说，微攻击定义了非日本人在日本的经历，很难忽视他们。他告诉一群访问日本的美国学生，他们需要找到适合他们的管道，以阻止负面情绪。他建议他们锻炼身体，正确饮食，与能够超越种族的人联系，并尽可能多地写作和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位男子说，日本的变化很慢，但它确实在变化。他鼓励学生记录变化，并鼓励进一步改变。他说，新一代的混血日本人正在成年，他们引人注目，直言不讳，感到自豪。他们正在帮助促进日本的多样性。
东盟的美中防务外交希望在于整顿好自己的房子。南华早报，印尼正在推动东盟的更大团结，因为它在该地区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寻求调节美中关系。该国正在组织地区国家之间的首次海军演习，以维护东盟在印太地区的中心地位。然而，东盟正面临一些挑战，包括决策过程功能失调、成员国对威胁的看法和战略不同，以及其内部的分歧。为了有效地调节美国和中国，东盟必须克服这些挑战，让自己的房子井井有条。人工智慧机器人在日本陪伴失智患者。日经亚洲，日本福冈一家日本护理供应商正在利用人工智慧，通过一个男孩形状的机器人来帮助缓解失智患者的焦虑和其他症状。当人类工作人员太忙时，该机器人有时间交谈。在一家名为 The Harmony 的公司经营的养老院里，一位患有失智的女性正在与一个大约30厘米高的机器人 Dai Chen 进行深入交谈。你玩过踢罐头吗？大蝉问道。我每天都这样做，女人笑着回答。The Harmony 的机器人没有遵循脚本，而是使用 AI 来引导对话。如果该人似乎参与其中，他会询问有关某个主题的后续问题，否则他会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养老院在4月份采用了机器人。曾经把所有时间都花在独处的人，现在高兴地要求我带上 Dai Chen， 一名工作人员说。我看到了他们的新部分。与养老院居民交谈是缓解他们压力的重要方式。特别是那些患有失智的人，可能会遭受焦虑和惊恐发作，让他们平静下来可能是一个挑战。当他们从事对话和其他需要他们集中注意力的人物时，这些症状可以缓解。The Harmony 首席执行官 Kenzuya Takahashi 说。但这些设施的工作人员通常同时为多个居民服务，并负责各种任务，从帮助他们吃饭和洗澡到保存记录。工人往往没有时间悠闲地聊天。当 The Harmony 最初尝试现成的对话机器人时，他发现标准的 AI 无法与失智患者进行对话。音乐和电视等护理设施的高水准背景噪音也给需要准确语音辨识的系统带来了问题。高桥决定让公司使用人工智慧创建自己的机器人。和谐从资讯技术公司聘请了5名工程师，并于2019年开始开发。该团队吸收了高桥 Takahashi 的反馈，高桥本人是一名护理人员，并在内部和外部疗养院试用了该机器人。最终花了4年时间完成 Dai Chen， 成本为2亿日元，按当前汇率为140万美元。Harmony 于4月在福冈县的所有5个护理机构推出了该机器人。使用 Dai Chen 减少了出现激动等症状的人数。高桥说，日本应该抓住机会制定正确的生成式人工智慧规则。日经亚洲，日本正在为生成人工智慧 AI 工具如 OpenAI 的 ChatGPT 制定指导方针。尽管与美国、欧盟和中国相比，日本是后发者，但它可以从这些司法管辖区采取的方法中学习。日本应该关注的一个关键领域是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法规，而美国尚未承认这一点。对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担忧包括隐私、版权保护和错误资讯。欧盟和中国都在考虑透明度和反歧视要求。日本还应解决人工智慧产生的错误信息问题，并确保负责任地开发和部署人工智慧系统。复活拥有黑暗战时过去的王子之家。日本时报，3届日本首相近卫文麻郎 Fumimaro Kono 的别墅正在重建。它是日本入侵中国并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期间领导日本的度假胜地。这座名为 Takagezo 的别墅位于山并区，最初建于1927年。它于1937年被近卫购买，并在战争期间成为重要政治会议的地点。该别墅正在恢复昔日的辉煌，耗资47亿日元3350万美元，部分资金来自私人捐款。修复工作预计将于2024年12月完成。重建近卫别墅的决定引起了历史学家和学者的注意，他们认为纪念一位对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负责的领导人是一种否认和修正主义。近卫以其矛盾和矛盾的观点而闻名，最终自杀而不是因战争罪而面临审判。批评者认为该项目延续了日本在战争中与其说是侵略者，不如说是受害者的想法。另一方面，支援者认为该专案是为了保护重要的建筑和纪念历史。他们认为，对于游客，尤其是年轻人来说，能够了解战争及其后果非常重要。日本化学品制造商将开发用于塑胶的生物材料。
日经亚洲。包括旭化成 Asahi Kasei 和住友化学 Sumitomo Chemical 在内的日本主要化学公司正计划从植物糖衍生的生物乙醇中大规模生产塑胶原料，作为全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一部分。旭化成计划到2027年左右开始1万至2万吨的国内生产。该公司正在考虑使用由巴西生产的甘蔗制成的生物乙醇，在生物乙醇生产过程中使用植物衍生的原材料作为燃料，从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住友化学预计将于2022年建立测试设施，预计到2025财年左右实现商业化。日本简报，全球了解日本最快捷、简约的媒体，请通过6dobrief.com6度简报订阅。